如果大家都带了武器，随时可能打起来啊。北韩是韩国的主要的敌人。北韩其实外交上的眼中只有看的是美国，不是南韩。金正恩的目的就是要跟美国直接对话，然后呢，当然最终是希望建交嘛。Action reaction， 你一个动作我一个动作，然后不断的盘旋上去，冲到这个顶点。大家好，欢迎回到政大国关中心，我是俊，在这边要先祝大家新年快乐哦。最近发现身边好多朋友出国，而且对于许多台湾人来说，出国的第一选择绝非是日韩莫属了吧？不过根据报道，北韩月初开始呢，连续3天对南韩发射数百枚炮弹，南韩部队也不甘示弱的在延平半岛展开海上军演。这样的情势让两韩再次升温，成为了自2010年以来首次的大规模军事活动。今年有可能会爆发新的区域冲突吗？这次邀请了政大国际事务学院刘德海老师来带我们了解朝鲜半岛的军事危机。老师你好。主持人好。好，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很多媒体在报道南北韩冲突的时候，都会提到919军事协议。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协议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成立？首先是北韩方面，在2017年，那个川普上来嘛，也跟北韩闹得很僵，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大家都看到美国3艘航母接近朝鲜半岛，等于就是真的要开打一样，所以这个对金正恩来讲的话，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样在南韩这边来讲的话呢，这个文在寅总统，他是一个自由派的总统，也就是说，他们非常重视两韩的未来的整合统一。为了改善两韩的关系嘛，他就宣布了这个919的这个协议。那919协议呢，就是说在两韩之间的非军事区地带 DMZ 双方在陆海空放弃他的军备的这个准备也就是不带武器了大家这样子可以互动了。那就当然安全感就比较高了嘛如果大家都带了武器，随时可能打起来所以这来讲的话，是对两韩之间的和平安定来讲有非常重要的贡献的所以这个它的背景是如此的。那之后呢，当然就是最重要的是文在寅下台上来的新总统尹锡悦，罕见的一个最亲美、最反北韩的一个总统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他上来没多久呢，就宣布要对北韩进行这个极限施压的这个政策。去年嘛到7月到美国的大卫营，跟美国还有日本的关系大幅改善，等于是一个美日韩联手抗这个北韩的情势成型嘛。那当然我们就下面就看到北韩当然很生气了那金正恩就跑到俄罗斯去找普京去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之后你想想看，这个919协议还能维持吗那那个尹锡悦然后回去以后呢，就在去年这个快到年底的时候就宣布说这个北韩是韩国的主要的敌人。北韩就说，既然韩国已经说我们是他的主要敌人的话呢，那你这样子来的话，那我们就是两韩处于交战状态。所以这个就是919的意义的存在，其实表示了两韩还愿意进行这个交流，或者是重视他们的安全不发生战争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一次的炮击行为有一个说法是关于说北韩的炮击行为是在影响南韩4月国会选举，那老师会怎么样看这样的说法？是北韩其实外交上的眼中只有看的是美国，不是南韩。金正恩的目的就是要跟美国直接对话，然后呢，当然最终是希望建交嘛。所以说他现在就希望这个制造一些纷争，让美国头痛然后呢，更希望的是未来的这个川普能够再当选美国总统。好，那我还要问一下，就是根据呢北韩官媒的报道说，金正恩有说到他会毫不犹豫的消灭南韩，是否会暗示着南北韩真的有可能会开战？两韩从来不会在
这个语言上面语调上面来讲，会给对方有任何软化的表现他认为他的软化呢，就等于是觉得他能力不够了，尤其是北韩这边绝对不会示弱的。但是在实际上来讲的话呢，到底北韩会不会对南韩攻击呢？这个朝鲜半岛的政治不可避免的，还是受到了中美俄这个三强来影响的。在2017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表示他不支持了。那2017年的时候是俄罗斯2度派他的军事顾问团到北韩去，如果真的发生战争的话，俄罗斯说他挺这个北韩，所以。但是呢，真的打又是一回事，因为现在俄罗斯大家想，在俄乌战争真的打得要命呢，他还有时间再管到这边来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种擦枪走火我刚刚讲了，现在他们两边都不愿意显示弱嘛，所以说这种擦枪走火可能性还是会有的。就我们老师说的，刚刚就是擦枪走火，那万一不小心闹成真的话，对于两岸的局势会有什么影响？如果真的爆发的话呢，当然。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讲，不是一件好事。如果亚洲发生了一件战事的话呢，大家晓得，亚洲的风险其实不会亚于这个欧洲的。亚洲至少有4个这个随时可以爆发的药库，除了朝鲜半岛，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南海也有菲律宾跟中国不是在那一直在对来对去吗？那两岸当然也有了，那还有一个中日中日还有钓鱼台纷争呢而且日本跟俄罗斯也有岛屿纷争呢。所以这样子来讲的话呢，就你把这个一点燃了这火药库的话呢，那这风险就大了，那就变成美国是选到底要哪一个了嘛？那这样当然对美国不好。美国现在已经有一个红海危机，它已经涉入了嘛，对不对？俄乌虽然它没涉入，但是红海这个已经给它压力很大，俄乌它也要随时看着它。那如果这边再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那变成美国要3头热了而且大家想。今年美国是10月选举，所以说当然美国也不想这个事情发生嘛。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一次的，就是北韩先发动炮击来看。那我想问一下，北韩可以那么积极的发动炮击，是不是背后有其他国家势力的干预？刚才讲了，不是俄罗斯就中国的帮忙，这个北韩才有可能嘛。对。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这个金正恩，因为看到你。尹锡悦跑到美国去拉帮结派，你以为我就没有朋友那这个金正恩就跑去俄罗斯，然后跟普京见面，然后呢，他最重要的目的呢，达成一个很重要的协议，虽然他没有公布，但协议很清楚了嘛，就是以武器换这个间谍卫星的科技技术。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就是回来之后，那个北韩。再试射他的间谍卫星就成功了那当然后来南韩也跟着也试射他的啦所以我就讲说，他们两边永远都是这个action reaction，你一个动作我一个动作，然后不断的盘旋上去冲到这个顶点。到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金正恩是打俄罗斯牌，就是跟俄罗斯的关系是比较好，俄罗斯也表示愿意跟他合作但是他现在目前跟北京的关系是比较冷的。那现在大陆是。两韩都态度，它非常冷漠。目前来讲的话呢，就是这样，所以说最有可能当然是俄罗斯。但就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也很谢谢我们刘老师的分享。看完这一集节目，也欢迎观众朋友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关于南北韩冲突的看法也可以分享其他想要探讨的议题，直接在下面帮我留言。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加开启小铃铛通知。我们下期见，拜拜。